淮海战役也称徐蚌会战，国共内战3大战役之一，由中共解放军进攻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防区为始，兵力对比是解放军60万对国军80万。大战历时65个昼夜，最终国军在兵力与装备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意外落败。当战役的结果传到苏联，令斯大林连呼奇迹。为何国军的士兵数量与武器装备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仍输给了解放军？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1948年9月，济南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固守郑州、徐州、济南3大战略重点的防御计划破产，而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和华东地区摆出两面夹击的作战态势，随时可以南下，向徐州、蚌埠地区发起新一轮作战。由于有济南失守的教训，蒋介石曾考虑改变固守大城市的战略，决心放弃徐州。因为徐州乃4战之地，易攻难守，蒋又担心轻易放弃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援助，所以直至淮海战役发起前，在守还是走之间，蒋介石始终犹豫不决。194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以徐州为中心的1点2线防御态势，想要加强徐州外围的守备，把兵力布置在津浦、陇海2条铁路线上，固守徐州，确保华中。但该计划颁布几天还未实施时，国防部又拟定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守徐州又便退守淮河。这一计划实际上是置徐州等城镇之永久攻势而不顾，把部队放在无计设阵地挨打的方针。当时杜聿明认为，古今中外战事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就在部署还未落地，1948年11月2日，又传来噩耗，国军在辽沈战役中惨败。蒋介石急忙回到南京，拟定徐蚌会战计划，名为会战，但实际上蒋介石想将国民党主力军集中于蚌埠附近，守备淮河一线，只留一部分守备徐州，目的是掩护徐州国军主力的撤退，又想放弃徐州，而计划部署的效率之低也让人头疼。2天后的11月4日，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才带着这一计划来到徐州，就快要实施了，结果又迟迟疑疑，当断不断，直到第2天才对此做出部署。直到11月6日，解放军开始发起猛攻了，才将完成部署。当时国军共集结7个主力兵团，2个绥靖区部队，34个军，总计80余万人。而蒋介石在选择总指挥时，也没有考虑一位善战的将领，而是选择了平庸但听话的刘峙，这让国军内部议论纷纷。有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1员虎将把守，不派1虎也应派1狗看门，今派1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蒋介石将主力收缩到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段2侧守备，试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段2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解放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1948年11月4日，部署在徐州东部的李弥和黄百韬接到了向徐州收缩的指令，正准备率部开拔。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又接到了原地等待的命令，只能继续驻守在驻地新安镇一带，而李弥迫不及待地先撤退了。为何国军高层先命兵团向徐州进发，之后又单让黄百韬原地待命呢？经了解，当时在黄百韬兵团的东面，海州和连云港一带还驻守着第9绥靖区的部队第44军。44军原本准备从海上逃回徐州，但国民党最高层临时起义，令其放弃从海上撤退的策略，要求其先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再一起回徐州。这样一来，本来可以立即向徐州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就接到了原地等待和接应的指令，只能等到44军赶来后才能一同向徐州撤退。原本按照国军的作战计划，等到黄百韬率领的第7兵团和第9绥靖区的部队一同撤退到徐州之后，他们就会实行退守淮河的战略。
但等到44军顺利赶到新安镇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已经是2天之后的事情了。此时也失去了最佳撤退时机。1948年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向新安镇地区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7日晨，黄兵团由新安镇地区沿陇海铁路西撤，仅撤退60公里，就被全速追赶的华东野战军包围在碾庄圩地区。国军又不得不从徐州出兵，赶来援救黄百韬率领的第7兵团。但黄百韬至死都没有等到援军，最终在死守12天后，黄百韬兵团10余万人马被解放军歼灭。听闻消息后，刘志哀叹：黄兵团覆灭，所谓徐州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其实，国民党方面在徐州有30多万兵力，分别是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和孙元良第16兵团。看似救援黄百韬不是问题，可结果在长达12天的时间里，杜聿明率领的援军迟迟解不了黄百韬之围，最终眼睁睁看着第7兵团覆灭。各部或因私仇、保存实力的考虑，在救援中出工不出力，有军有难不动如山。尤其是李弥，此前黄百韬接到命令等候44军后，还亲自去找过李弥，请求他看在全局的份上，不要先行撤退，等待自己一起行动，但被李弥拒绝。而在第7兵团被围困，司令部即将攻破时，黄百韬曾懊恼地对部下说：他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这次全军覆没也最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杜聿明率领的援军也错失了撤退的时机。多年后，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谈及救援黄百韬时的情况，他说自己制定了2个救援方案，一个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直接从徐州向东实施救援；另一个是围魏救赵的策略，不直接救援黄百韬，而是反向朝西进攻中原野战军。如果华东野战军分兵来救，那么就缓解黄百韬第7兵团在碾庄的压力，可以自己实施突围；而如果华东野战军不分兵来救，那么杜聿明完全有信心击溃中原野战军，扫除徐州以西的后顾之忧。这样一来，即使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那也算是互有损伤，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其中第2个方案遭到了刘志、邱清泉等人的反对，理由是万一不能击溃中原野战军，则会使当前局面更加恶化。最终，杜聿明为了保守起见，选择原封不动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结果在沿途遭遇顽强阻击，最终无功而返。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举行徐蚌县作战，于11月16日攻占战略枢纽宿县，孤立了徐州。同时，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也被挡在宿县的西南角。就这样，刘志的集团兵力被分割在徐州、蚌埠与宿县西南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局势陷入危机。此后的战局又该如何发展呢？11月23日至12月15日，根据淮海战场态势和华东、中原2野战军的战斗情况，解放军计划歼灭由平汉路远道赶来增援而来的孤军黄维兵团。该兵团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之一，是蒋介石为解徐州之围留下的一张王牌。中原野战军实行诱敌深入，当黄维兵团进入会河以北的忠义集、东平集、朱口地区预设的代行阵地时，全线猛烈出击，于11月25日将其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蒋介石为保存兵力，决定放弃徐州，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经萧县、永成公路撤退，解救黄维兵团，然后一同撤至淮河以南。而杜聿明集团撤离徐州后，华东野战军立即实行多路平行追击，与迂回拦击，于12月4日将杜聿明的部队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随后消灭了试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这样，中原、华东野战军各包围了国军的一个战力较强的兵团，黄维与杜聿明陷入危机。最终，解放军决定先吃黄维兵团。
并为此集中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及特纵1部，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于12月12日激战至15日，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打掉国军10万人。12月16日至翌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围于陈官庄及其附近地区，全军覆灭已成定局。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解放军随之暂缓军事进攻，主要开展政治攻势。当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月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2兵团。杜聿明不愿投降，被生俘，击毙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淮海战役结束。总体而言，国军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而各兵团互不配合。刘峙战后也分析，淮海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以致兵力态势上陷入劣势，而各派势力都想要保全自己，内耗不断。黄百韬军团的覆灭又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就是国军内部吃空饷严重，虽然明面上军队是80万，但正规军比例少，混杂了大量不同派系的杂牌军、预备队及保安旅。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是拉难民当壮丁，没有形成足够的战斗力，在作战中也难以调动。相较之下，中共方面动员力更强。解放军元帅陈毅曾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他们在淮海战斗中动员了号称220余万人的之前民工，这些民众用小推车将粮食不断地从后方送到前线，保障了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除运粮外，还协助部队修路架桥、挖掘壕沟，使被围中的国军机械部队动弹不得。中共地下党员的渗透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开战初期，中共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丰、张克侠就率领该部3/4以上之官兵，共2万多人投共。同是地下党员的国防部中将吴仲喜，在淮海战役前就获得徐州剿总作战计划等军事核心情报。由于让人贻笑大方的指挥官，在这位奇葩指挥官奇迹般的指挥下，日本损失惨重，9万大军最终只有2万人生还，也直接让日军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导权。那么这位奇葩指挥官是如何让7万士兵丧命的呢？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一场突袭之后，猝不及防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也使得日军有了足够的时间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战略物资的掠夺。到了1942年8月，日军已经成功攻占了缅甸。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日本制定了进攻印度的作战计划，可这计划却因为兵力告急、资源储备不够而不得不暂缓。这时，美国已经深陷在苏德战场之上，应接不暇，希望日本搞点事情来分散同盟国的注意力，来减轻同盟国对德国的军事压力。于是，日军决定将曾经暂缓的进攻印度的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能顺利执行这次进攻计划，日军临阵换将，将在缅甸战役中率军打败过中英美联军的原歼15军的军长范田蒋二郎调走，换来了另外的一名中将来接管15军。这位指挥官就是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廉也是一个极其喜好名利的人，为了提升自己的军衔，他可以做出任何想不到的疯狂之事。其实日本的高层也在赌他能够为了升官发财创造奇迹，在印度战场上有所建树，减缓日军的压力。在接到任命之后，牟田口廉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前往指定地点进行赴任。刚刚上任就下达了进攻印度的作战任务，要求15军的参谋长小田良信制定一份可行的关于进攻印度的战役计划。但自从1943年年初，日本军队就深深地陷入瓜岛战役，日军的所有战略物资都优先的给太平洋战区配送。如果日本进攻印度的话，唯一的兵力就是15军这些缺少补给的步兵。于是15军的参谋长和其他的军官集体上书牟田口良，
坚决不同意打这一仗。但是寻求建功立业的牟田口林也对此耳充不闻，认为没有补给也依旧能够打仗。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可以战胜任何艰难困苦。为了立威，他直接把15军的参谋长进行了撤职。随后，他就凭借着自己天才般的战场创意，还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一步步把这支日军部队推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1944年1月7日，日军大本营通过了牟田口连制定的进攻印度战略计划。当然，在正式进攻印度之前，牟田口连也开始向日本大本营要战略物资、补给品等等。他虽然疯狂偏执地追求官职，但是也是个聪明人。可是他想要的庞大补给，日军大本营方面是压根拿不出来，只能咬紧牙关挤出了一点补给。但是这份补给根本不可能支持15军完成战役。可牟田口连也心高气傲的，依然是一意孤行的，非要进行对印度英帕尔地区的战役。他严令手下的3个师团长在占领区进行扫荡，从缅甸百姓的家里要抢物资。中途要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接到命令的师团长一看，一个个就义愤填膺，十分不满，但是也只是敢怒不敢言罢，又向下令发布同样的命令。而日军部队的将士们虽然同样也是心有不满，但是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最终用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弄了3万多头牛羊牲口作为后勤补给，士兵们成功的筹备到了大量的食物补给，让牟田口林也极为满意高兴。激动之余，牟田口林也兴奋地想着，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蒙古人便用牛羊作为后勤补给，最终征服了大片领土。今日的日军可以效仿学习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应他的战术，再加上日本的优势武器装备配合，在印度的战场上当是无往而不利，捷战连连。跟志得意满的牟田口林也相对应的是，其手下的官兵则是锐气尽失，士气全无。1944年3月8日，在出征的这一天，牟田口林也带着15军的10万兵力，浩浩荡荡地带着抢来的牲口，从位于印度和缅甸的边界的清敦江渡过。这10万人是由日军第15军的3个师团组成的，这些动物也将会是他们的补给物资。但是同时也会是这支队伍惨败的伏笔。日本军队最终还是拉开了英帕尔战役的序幕，开始了日本在印度的侵略战争。牟田口林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忽视了日本军队的将士们，带着的是一大群动物，不是人。动物不像人一样思维敏捷，不会像人一样遇到危险进行有效的躲避，也不能像人一样进行隐藏。而且在战斗进行的时候，敌我双方的武器都使用的是枪支和弹炮，动物非常的不稳定。不出意料的，受惊开始逃窜了。还没等到英国和印度联军展开进攻，日本军队自己的阵地阵型就已经被自己带的牲畜们给冲毁了。而且逃跑的牲畜更是直接把保障军队作战的口粮和装备都给带着逃走，致使本就缺粮少枪的日本军队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日军的补给几乎已经无法正常的提供了，日本的绝大多数军队都已经开始得不到食物补给，只能一直饿着肚子，致使日本军队士兵的战斗力会大大的减弱。英印联军趁机对日军发动猛烈进攻，日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使得这场战斗进入了一段时间的相持阶段。前线的部队一直不断的寻求补给，但是在当地进行补给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于是牟田口连也所带领的3个师团中的第31师队伍领导人多次向求助粮食弹药补给。由于长时间没有物资补给的到来，士兵们军心涣散，士气低迷。当日军溃败后撤到清敦江边后，此时的清敦江因为雨季的暴雨和山洪等自然因素，江面宽度已经达到了1500米以上，而各渡河点均暴露在英国军队炮火和飞机扫射轰炸之下。清敦江周边地区，日军也在英印联军的炮火之下伤亡惨重，再加上日军中发生饥荒和疾病流行，日本军队逐渐无力进攻。终于在7月初，日军结束了对印度的作战计划。根据统计，日军伤亡达6万多人，英印军伤亡仅16000人。此时，中国远征军也在缅甸发起反攻。之后，日军再无能力进攻印度本土，这场战役就这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从1944年3月，日军主动对印度的英帕尔地区发起进攻，在这个时候，对日军开辟新的战场无疑是极其不利的。
这个时间段的太平洋战争正处于焦灼状态，而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也陷入了苦战之中。日本国内无论是兵力资源还是战略物资资源，都已经陷入了匮乏之态。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日军其实已经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压根没有力量去做其他的大规模的事情。虽然牟田口林也成功的集结了第15军3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随后带着大量活着的牲畜作为战争口粮，向英帕尔发起了攻击，但最终的结果依旧是以6万多人的伤亡惨败告终。所以日军战败的第一个原因是败在了对自我力量认知不够上，兵力的匮乏以及日本自身本土的资源方面相对其他国家就比较的稀缺。第二个原因，自古以来战争就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人心不齐，异地作战，再加上雨季的恶劣天气，日军的失败也在意料之中。印度的地理位置在亚洲其实不算很特殊，可是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地形，再加上日军对其发起攻势时碰上了雨季，暴雨山洪从不间断，加上物资补给的不足，军队的士气十分的低迷，所以牟田口林也指挥了这一仗输得不要太惨。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日本军队的军需物资告急。随着日军在印度英帕尔地区的逐渐前进，战线也被拉得越来越长。日军在出发时带了大量的活体牲畜作为军用食材，羊肉等牲畜顺带还能帮着日军运输大量物资。但是牲畜们在战争中却受到惊吓，开始逃跑，给日本军队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麻烦。因为牲畜们受惊逃跑，导致食物短缺，最终日军大量士兵因为没有饭吃，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日本军队在印度的英帕尔地区发起的英帕尔战役，是日本军队的陆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失败。日本军队在进攻之前集结了10万的兵力，却在战争中因为补给不足的原因强行开战，致使出现了6万多的巨大伤亡。最让日本耻辱的是，这6万多的伤亡中，大多数的伤亡来自于饥饿和疾病，而非是正面战场上和英国印度联军的厮杀。日军这次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咎在这15军的新人指挥官，以及当初想要赌国运的那些极端的帝国主义分子。虽然最后日本法西斯的失败是一个必然性的结果，但让士兵用武士道精神来克服饥饿、疾病、补给等等的问题，显然就是无稽之谈。纵观历史长河，每一次的战争都给诸多国家万千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伤痛，所以我们要远离战争，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38年，日本侵略者加快侵略步伐，将目标锁定在了武汉。国军识破日军的阴谋，提前就位抵御日军进攻，双方投入将近150万的兵力，在武汉激战4个月，最终国军歼敌25万，成功保住了武汉。要知道这一场战役，国军和日军装备有着天壤地别的差距，这一场关键胜利可以说是整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使日军再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役。那么国军是如何逆转劣势，取得重大胜利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武汉会战。1938年，日本先后攻陷中国许多重要城市。随着南京的沦陷，蒋介石将国民政府重要机构转移到武汉。很快，徐州失守，日军逼近武汉。不想再体验丢失南京之痛的蒋介石，为了守住武汉，痛下血本。双方为了这次决战可以说是卯足了劲。这次国军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为守卫武汉制定了完备的计划。国军方面海陆空全部出动，兵力高达110万，比淞沪会战还要高。日军也是调集40万精锐，多方向从武汉逼近。同年6月24日，日军兵分5路向武汉推进，武汉会战正式打响。接到阻击任务的薛岳也在第一时间赶往德安，阻击正在前来的106师。双方战斗持续了1个多月，国军士兵用顽强的意志挡住了日军的脚步，成功的抑制住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脚步。战斗拖延了1个月，日军高层已经有些不耐烦。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日军高层下达死命令，让106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德安。而薛岳早就知道日军是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趁着日军停止进攻的间隙，赶忙在德安周围设置伏击部队，形成一个包围圈，等待日军上钩。挨批的106师显然是打急了眼，不管不顾地向德安再次发起进攻。国军的包围圈早就恭候多时，106师反应过来已经被团团包围，
迫于无奈，日军只能向周边友军求救。当然，这一切都在薛岳的预料中。延边有提前设置好的部队，阻击日军增援。孤立无援的106师想要集结最后的力量突破，只不过国军并不打算给他们机会，准备向其发起最后一击。日军总部临时派出运输机给其投送物资，国军瞅准时机，将那些赶去物资旁边的日军清剿干净。中国军队越战越勇，这次势必要将106师斩草除根。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106师已经死伤殆尽，物资补给极度匮乏。薛岳下达总攻命令，日军高层通过前线得知了国军动向，只能派出空中支援，尽可能的保留106师的中坚力量。国军在炮火中拼命地向敌人进攻，只可惜最后还是让200多个日军逃走了。这也就是后来的万家岭战役。整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2天，国军成功全歼日军一整个师团编制，这是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一场战斗给守卫在武汉其他战线的国军战士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歼灭了日军大量的主力部队，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日军耍尽了阴谋诡计，不管如何进攻，国军战士硬是没有在战线后撤半步。随后，日军高层又不断地向武汉战线调去精锐部队，同时他们还用上了生化武器，配合步兵向前线压境。国军逐渐处于下风。后期由于国军增援被日军阻拦，运输干线被日军控制，国民政府只能继续向西南方向撤退。由此，国民政府又转入重庆地区，武汉会战就此结束了。战斗持续了4个月时间。虽然说国军以失败告终，但是此次会战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确实非同凡响的。国军成功歼灭了日军25万精锐，中国战场再也不是日军一手主导，而是逐渐由被动防守转为僵持阶段。根据武汉会战的相关记载，当时国民政府确定坚守武汉，特意为此制定了守于武汉而不战于武汉。顾名思义，就是这次保卫武汉并不像上海和南京那样固守在城里等待日军进攻，到头来不但守不住城不说，还会给城市带来创伤。因此国军这才会以武汉为中心，在沿线设防，与敌人进行持久作战，达到消耗敌人主力的目的，进而彻底粉碎日军的进攻意图。很显然，这次作战是成功了。武汉会战力对抗日战争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3镇，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中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韧、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4、5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900人是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约为25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到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一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他自身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77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13亿5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政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的极限。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9亿6千万日元。到一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录像自称外强中干是中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我们应该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和平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和平是人们心底的梦，在梦里都能发出甜美的笑。和平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绽放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让和平的钟声永久敲响，让世界铸剑为犁，和平永驻。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恶战。1942年，日军为了增强在南太平洋的防御态势，决心占领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中的图拉吉岛。因此，日本海军大本营将目光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珊瑚海上，意图占据这一片重要的海域，从而为美日交战赢得先机。1942年的初夏，这片曾经十分和平的美丽的大海便不得不屏住呼吸，目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超视距海战。那么，此战的最终结果将会如何呢？又对交战双方有什么影响呢？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已经肃清了西太平洋的盟军，夺取了大于本土10倍的新领地。从开战开始，仅是被日军俘虏的同盟国军队就有25万人，而日本方面的人员损失不过1万人。从军事上讲，这当然是个赫赫战果。1942年4月16日，日本军令部提出第2阶段帝国海军的作战目的是歼灭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敌方舰队。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放弃了长久坚持的战略守势，转而准备在太平洋战场展开连续作战，意图趁两国海军实力接近时，逼迫美国海军与其早日决战。相比之下，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56的态度更加激进。4月下旬，联合舰队在巨型战列舰大和号上举行了总结第1阶段作战的研究会。山本56明智地意识到，随着时间推移，我方的劣势将加速推进。对此，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如何才能确立持久战，必须经常对敌人痛处予以猛烈攻击，若不如此，将难以保持不败之态势。但是，究竟哪里才是敌人痛处呢？日本陆军主张攻取亚洲大陆，海军则主张扩大海上版图，甚至在海军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军令部主张继续南下占领澳洲，而联合舰队方面却认为应当首先东进夺取中途岛。山本56一再重申，只有歼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才能确保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安全。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日军同时在南东2个方向出击，军令部对南方的进攻导致了珊瑚海海战，而山本56的东进计划则导致了稍晚爆发的中途岛海战。
直接引发珊瑚海海战的作战行动，叫做 MO 作战，目的是占领新几内亚的首府莫尔兹比港。对日本来说，占领这一基地可谓一举两得，既能保护拉包尔以及新几内亚的日方军事要地，又可限制澳大利亚北部美方航空基地发挥作用。按说战略目的既然如此清晰，联合舰队当时又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占据着明显优势，若是挥动大军直接杀将过去，盟军方面大概也只能选择暂避锋芒。偏偏日军一帮精英们搞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兵分几路，一路是进攻所罗门群岛的部队，一路是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部队，两路一共拥有翔凤号航母以及若干军舰，取名为 MO 攻略部队。最后还有一路位于所有部队的最东侧，拥有翔鹤与瑞鹤两艘姐妹号航母，取名 MO 机动部队，负责为攻略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按照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联合舰队将在2天后完成珊瑚海战役的胜利，之后参战航空母舰都将北上转用于中途岛战役。只不过珊瑚海不是珍珠港。5月5日，拥有列克星敦号与约克城号两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第17特混舰队已在珊瑚海地区严阵以待。这并不是巧合，美国情报局早在同年1月就可以顺利地破译日本海军的行动交流信息。美国人甚至知道即将南下的2支日本机动部队的兵力编程、行动计划以及部队出发日期。自此，一场大战也即将在美日中爆发。1942年5月3日，按照预定时间表，日军顺利占领了图拉吉港。但是，就在日本人为这一胜利欢呼的时候，5月4日晨，美军统帅弗莱彻将军从约克城号航空母舰派出40架飞机，对图拉吉进行2次空袭，击沉日军驱逐舰菊月号和3艘登陆驳船。尽管损失不大，但美军舰载机空袭图拉吉依然使日本人大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对手不仅知道乙方的进攻意图，而且已深入到战区之内。5月6日，当美军第17特混舰队一路向西北方向疾驶时，在珊瑚海北部以及东部的日军舰队企图从背后夹击美军舰队，美日双方都在拼命寻找对方的位置。但由于这一天珊瑚海上突然出现大面积雨云，恶劣的气候妨碍了搜索，甚至双方在相距仅70海里时也没有发现彼此的踪迹。一直到第2天，美军约克城号派出侦察机到北面进行搜索，才终于发现了日本机动舰队的踪影。身在航母甲板上的弗莱彻将军得到这些报告后，精神为之一振。这将是美国特混舰队在太平洋上首次与日本航空母舰进行真正的交锋。7日，24架鱼雷轰炸机、36架俯冲轰炸机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腾空而起，在16架战斗机掩护下向日军舰队扑去。而此时首当其冲的就是日军的翔凤号航母。这艘13000吨的轻型航母原本只是一艘潜水母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完成改造，变身航空母舰。毕竟是半路出家，翔凤有着先天不足，防空火力不足就是其中之一。除了4座89式5英寸高炮之外，就只剩4座连装96式25毫米高炮。96式25毫米高炮是整个2战期间日军舰艇近程防空的主要武器。连日军自己都承认这种高射炮存在缺陷，射击时震动大，无法对付高速目标等等缺点。面对蝗虫一样飞来的美机，翔凤号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甚至它的舰载机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母舰。日本缠入的工业只在翔凤号上配备了18架战机，远远没有达到27架的配置。即便在18架战斗机里，还有4架早已过时的96式战斗机。在美机来袭时，指望不上高射炮的翔凤号所能依靠的就是空中巡逻的3架96式战斗机。一番空战后，日机击落1架美军轰炸机，乙方全军覆没。随后，美军战机一拥而上，翔凤在海面上拼命左闪右避，但面对美军密集的炮弹，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击中13枚炸弹和7枚鱼雷。顷刻间，整艘航母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沉入大海。战后统计，800余名舰员中有636人死亡。其实这一天的战斗中，日军也并非只有损失，差不多在美军发现翔凤号的同时，日本侦察机也发现了目标。
不过，日军却把美军舰队中33500吨的大型加油船尼奥肖号看成了航母。如狼似虎的日本精英飞行员毫不吝啬地将鱼雷和炸弹倾泻在尼奥肖号上，几分钟内，游船便燃起了熊熊大火。不久后，舰船沉没，舰员们纷纷弃舰逃命。两相比较，美军毕竟击沉了一艘日本航空母舰，而日本却只是一条游船。对日本海军来说，这是不堪忍受的耻辱。然而，令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战争也即将展开。经过第一天的战斗，日美双方的航母数量变成了2-2平手，这是一场真正的公平决战，而且对手旗鼓相当，每一方都有2艘大型航空母舰。美国人有122架飞机，日本人有154架飞机。美国人有先进的雷达设备，但日本人则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性能优越的零式战斗机。5月8日，蔚蓝色的珊瑚海风平浪静，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早上8时22分，美军列克星顿号收到侦察报告，发现2艘敌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位置在东北175海里。2分钟后，日军同样发现了美军的具体位置及作战单位，双方都在为抢占先机而做着最后的搏斗。几乎是在同时，81架美机飞向日舰队，日舰队的70架飞机也风驰电掣般朝美特混舰队扑去。10时32分，飞在前面的约克城号上起飞的机群首先发现目标。这时，祥鹤号和瑞鹤号为了防御美国人的攻击，分成2组，间隔8到10海里，各自2艘重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护卫。美国飞机刚一出现，瑞鹤号便迅速躲进雷雨云之下，得以逃脱厄运。而祥鹤号则转为逆风航行，企图让甲板上的护航机起飞迎敌。10时57分，美机对祥鹤号进行了集中攻击，俯冲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在祥鹤号舰首右方爆炸，引起汽油燃烧，飞行甲板上立刻大火熊熊。这时，鱼雷轰炸机穿过枪林弹雨，在1400米处发射了鱼雷。遗憾的是，美国鱼雷在水中的速度慢得出奇，竟然无一命中目标。11时40分左右，美军从列克星顿号上起飞的攻击机群终于发现了正在冒烟的祥鹤号。此时的祥鹤号上大火虽然得到控制，但飞行甲板已经无法使用。下午1时，祥鹤号被迫返航。攻击机群出发以后，列克星顿号还有9架战斗机，约克城号也掌握着8架战斗机，用来防御日本飞机的进攻。美军统帅弗莱彻把这些飞机分为2队，一队在上空巡逻警戒，另一队在甲板上加油，不停地进行轮换。不久后，列克星顿号的雷达发现，在距离68海里处有大群敌机从东北方向飞来。美国人立即让航空母舰转向，停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全部飞机升空，航空母舰与护卫舰的舰面防空火力也严阵以待。10几分钟后，日军的攻击编队抵达。几分钟后，一枚鱼雷命中列克星顿号左舷前部，接着在同一位置又中了一枚鱼雷。接着，日军轰炸机一拥而上，一枚重磅炸弹正好落在列克星顿号的左舷前炮尾的中间，把那里的火炮全部炸哑。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毋庸置疑，袭击列克星顿号的航空母舰日本轰炸机共投下19枚炸弹，有10枚命中目标，发射的14枚鱼雷中有9枚中的。11时30分，日机攻击结束，攻击队向本方发回报告，敌2艘航空母舰已被击沉，还有1艘战列舰被击伤。由于自信地认为美国的2艘航空母舰都已被击沉，第17特混舰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日军停止了攻击。同时，由于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祥凤号航空母舰已经被击沉，进攻莫尔兹比港的行动也只好推迟。运输船队接到指令，立即返回拉包尔 ，MO 作战宣告流产。那么，战役的最终结果又真的和日军想象的一样吗？这或许是日本人在珊瑚海海战中犯下的最大错误。美国的2艘航空母舰之中，非但约克城号经过损管队的奋战仍具有作战能力，就连中弹极多的列克星顿号情况也比日本人想象的要好得多。毕竟这艘4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由战列舰改进而成，其甲板和防御钢板的坚韧程度几乎与战列舰不相上下。日机离开后，飞行甲板大体完好，它像约克城号那样还能照常起飞飞机。
但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2点47分，美军列克星敦号的内部突然发生巨大的爆炸，从船头到船尾都感觉到震动。原来航母的燃料箱在袭击中受损，燃料蒸汽泄漏后被一台忘记关闭的发电机点燃，爆炸一次比一次强烈，燃料点起的火焰窜到了船的上层，爆炸导致总水管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扑灭火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船身前方发动机房的温度迅速升至160°C。下午2点，另一次大爆炸炸毁了列克星敦号发动机舱的通风系统。4时30分，列克星敦号完全丧失了前进的动力，美军开始撤出航母。比起军舰，美国海军更需要受过训练的指挥官，不需要他们去做代价高昂却又毫无意义的牺牲。8日，山本56得到日本舰撤退的消息以后，严令继续追击，歼灭残敌。等日军再度南下后，战机已经永远逝去了。日军第17特混舰队在珊瑚海一连搜索了2天，毫无结果，珊瑚海海战就此落下帷幕。谁才是赢家呢？表面上看，日本以一艘轻型航母的代价击沉了美军一艘大型航母，这是日军的大胜。甚至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亲自向东条首相发出贺电来夸奖这场大胜。但日本人为珊瑚海的胜利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当攻击美军舰队的日军战机返航时，翔鹤号已经退出战场，瑞鹤号收回了2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2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竟然没有摆满瑞鹤号的甲板。瑞鹤号空勤人员损失约40%，翔鹤号损失约30%。此时的日军海军还没有意识到，珊瑚海海战这样的胜利消耗了日本海军富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队伍，钢片风卷残云般击溃了号称君皇之花的关东军。日本大本营于8月15日被迫宣布投降。战后，数十万关东军缴械投降，他们在中国东北短暂拘押甄别之后，被陆续分期分批送往苏联国内的战俘营做苦工。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战俘营中都配备着大批苏联女兵以及女护士，在他们的呵护下，有大约30万的日本战俘死在了战俘营。那些护士做了什么？为何有大量日本人会惨死在苏联？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据苏方统计，整个对日作战中，苏联红军在东北歼灭日军22个师8万多人，俘虏大约59万3900人。1945年二战胜利后，苏联转入战后的恢复建设时期。由于苏联青壮年男性在战争中损失过大，人力资源在当时极度匮乏，而滞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成为了苏联人的可使用的对象。1945年11月，首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押送至坦波夫州。这些战俘大部分是日本关东军中的高级军官，随身携带了很多好东西，如毛垫、枕头、秋裤、棉裤，甚至照相机等。这自然遭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据女市民多尔戈娃回忆，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我们在火车站等了好几天，小日本刚下火车就立刻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只是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他们将被安置在苏联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独立劳动营里，将要为苏联人提供无偿劳动，包括从事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行业，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等。此后，这60万日本战俘陆续来到苏联，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少部分被送往欧洲区域。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力紧张，很多战俘都经历了长途跋涉和公路铁路混合输送。为了安抚日军战俘，苏联人有时会在押运前欺骗日本战俘，说正在把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送回日本国内，以至于在战俘专列经过几天运行，路过了一片汪洋大海时，很多日本人认为已经到了日本海，并即将回国。后来发现取水煮饭时，才发现手中的是淡水。所谓的汪洋其实只是贝加尔湖，他们身处西伯利亚腹地。知道真相后，不少日本人坦言，早知是来做苏联苦工，不如当初死在中国。被骗做苦工的日本战俘将在苏联遭遇怎样的对待呢？
苏联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设立，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战俘营周围通常会被2到3层的木头栏杆和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在其前后2到3米又布满了2层铁栏杆，这中间的土地都被挖掘或撒上沙子，这是为了让逃跑的人能留下脚印，并且通常的收容所4角都有瞭望台，24小时都有拿着枪的警卫监视着，夜间也持续照明，军犬也在铁丝网旁把守。如此严密的警卫，日本战俘想要逃走难比登天，即便偶有逃脱，在面对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想要活着回到日本也希望渺茫。最初几乎所有战俘营的管理都是粗放式的，由于战俘数量太多，苏联地方当局并没有提前做好接收准备，这导致了当时许多苏联笑话的出现，如上级通知说要押送过来200个日本人，结果来了400多，炊事班就做了200人的饭，于是连长命令炊事班集合，说只要在吃饭前10分钟端起冲锋枪，另外200个战俘的伙食问题就解决了。战俘进入各劳改所以后，也需要严格按照苏联的规定，先实行检疫、隔离和政治审查，为期半个月，包括洗澡消毒，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衣服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接着，战俘们逐一接受苏方内务和情报机关的讯问，审查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有的话就会接受惩罚。除此之外，当时的战俘劳改所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苏联的女兵比男兵更多，有时比例甚至会达到2倍以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苏联在2战中有约27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是男性，这导致了战俘营中的男女比例失调。这些苏联女兵对法西斯极端厌恶，所以通常也会让日本战俘干这干那。最让日本战俘难以接受的就是要为女兵烧水洗澡。由于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再加上烧洗澡水更被日本人认定是下等人才会干的事。不过，即便日本战俘千般不愿意，也不得不这么干。因为如果违抗的话，就会遭遇苏联女兵高强度的皮鞭抽打。营中女兵大多从事生产建设，同时也充当战俘营中的护士角色。她们每个月会对战俘例行身体检查。需要注意的是，这可不是善心大发的身体检查。许多日本战俘直到去世仍对苏联女兵怀有畏惧。他们说，他们当时特别害怕苏联护士。这些护士还会让他们排成4排，脱得一丝不挂，开始检查身体。冬天也是如此，他们先拉起日本战俘大腿上的皮，根据皮肉的厚薄分成若干个等级，肉最厚的为1等，下月起将进行高强度劳动；皮肉最薄的，下月起将降低劳动强度，给予适量脂肪营养。一些彻底失去劳动力的就会被遣返回日本。战俘总是希望返回日本，但是大部分苏联女护士一般都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而是倾向于派更重的活，榨干战俘最后一丝利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护士掌握了日本战俘的生杀大权。除此之外，苏联还实施了一种阶梯式的配给制度，完成工作额度的80%的战俘发放面包250克、大米350克、土豆、蔬菜600克。完成工作额度的80%到100%的战俘发放面包330克、大米450克、土豆、蔬菜700克，多劳多得，以此递增。但需要注意，这只会在完成工作时分发，所以几乎所有日本战俘还是在饿肚子。除做苦工饿肚子外，日本战俘还遭遇了哪些事情？1948年时，苏军也经常用伙食等级来分化饥饿的日本战俘。一些积极向共产组织靠拢的战俘会受到特别的关照。苏联劳改局特别重视日本战俘的政治学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将受到提高伙食标准的奖励。理论学习积极分子将被送到休养房住上10天左右。
那里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海空军的专业情报所以及国家安全部克格勃会从中考察物色秘密情报员，这些积极分子会优先回国，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回国后继续为苏联从事情报外围工作，有名有姓的1000人以上。关于回国这件事上，日本战俘们也有误判。1946年起，瀛洲有传闻苏方可能将他们转交给中国，日本战俘们，特别是将军和高级军官们，立刻苦苦哀求苏军代表，无论如何，请不要这么做。他们惧怕中国人的报复，坚决拒绝返回中国，以至于在各战俘营清查战俘人数，并计划释放时，很多人都拒绝离开战俘营，甚至有为此切腹自杀的。但他们很多人都没料到，日本部分高级战犯战俘在中国天堂般生活待遇。日本战俘在释放回国时，又会遭遇什么事呢？1947年时，苏联遣返第一批日俘，上船前给配发一个直径30公分的大黑面包，用于航行中伙食。日本战俘在码头上与苏方人员一一惜别，满脸泪水，纷纷表示感谢苏联对他们这几年来的盛情款待。但上船以后，这些日本战俘又全体把黑面包扔出船外，海面上顿时飘着几千上万个黑面包，场面颇为壮观。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在经历了如此艰苦的生活，日本战俘为何会扔掉宝贵的面包呢？回国途中又能吃什么呢？原来接俘船是日本政府派遣的，船上自备食物。在俄的未归国日本战俘后裔，最有名的是俄罗斯自由党的女党首伊琳娜·库田，她爸爸是日本战俘，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很早被释放，娶了俄罗斯妻子后，就此留在苏联，进入苏共中央工作，直至退休。一直以来，有很多传说中的日本战俘和苏联女人的故事，比如因为男人大量减少，导致苏联女人普遍寂寞，和日本战俘们发生过很多缠绵的故事。事后证明，这些都是以讹传讹，像库田父亲这样的只是少数。事实上，在60万日本战俘中，只有100多个日本战俘娶了苏联女人，此后留在苏联。而回国的日本军人也会在社会上受到孤立，因为日本政府已察觉到苏联对战俘的赤化，所以在国内颁布了防间谍的政策。这些战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回归社会，甚至成为一种低下的阶级。可以找到工作，但没有哪家人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这就是日本兵的下场。总体而言，日本战俘在苏联被奴役的历史长达10年之久。苏联劳改局曾发布官方报告，里面严重赞美日本人，认为他们遵守纪律，作风严谨，吃苦耐劳，品质优良，是最好的劳动力。当然，这么写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尽量拖延遣返这批战俘。许多日本士兵由于所谓武士道的尊严，至今仍认为被苏联运往国内时是非法拘留，自己并不是战俘。在苏联记载中，没有日本战俘在苏联受到虐待。但由于极寒天气和粮食匮乏，自1945年到1946年冬天，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亡。面对苏联人的闪烁其词，日本则称60万战俘中，光确认死亡数就有20多万人，除去几十万生死不明的日本战俘，真正返乡的只是少数。曾有德国和日本的战俘在一个劳改营里干活，开饭的时候，德国人仗着人高马大去抢日本人的土豆，然后被看守发现，拖出去殴打，并教育你们都是平等的。而据当年被视同日本战俘同样关押在战俘营里的伪满洲贵族和高官回忆，他们跟溥仪一块关在苏联的日子苦啊，饿，谁都吃不饱，老远看见个马粪担子都要扑过去，心想万一是个烧糊了的土豆呢？如此窘境让人唏嘘，苏联或许是战犯最好的归宿。